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他，你看，他头上那根有大量金色密纹的独角旁，是不是有一个凸起？对，金角巨兽实力很好辨认，因为它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特征。幼体期额头只有一个独角，成长期额头开始生长第二个尖角，青年期额头开始生长第三个尖角，壮年期长出第四个尖角，巅峰期长出第五个尖角。实力越往后，尖角上的金色密纹越复杂，直至最后尖角就仿佛金色，所以它才被称为金角巨兽。它第二个角才仅仅一个凸起，估计才踏入恒星期不久。不过它血统太强，成长速度非常惊人。在成长期，它会疯狂吞噬大量金属并吸收，实力不断提升。所以要杀必须赶紧杀，否则它会越来越强。难怪他吞噬战争基地，战争基地几乎都是金属。放心，它作为金角巨兽，虽然有体内世界，可毕竟是才刚刚结束幼体期的小家伙，每天的饭量是有限的。不过罗峰，我还是得劝你一句，星空巨兽每一头都不好惹，它们血脉中蕴含着古老的传承记忆，想杀星空巨兽很难。想杀星空巨兽中排名都非常靠前的金角巨兽，更是难上加难。主人曾听说，宇宙中有一位不朽碰到界主级金角巨兽，欲要击杀。按理说，不朽强者杀界主太容易了，可是那金角巨兽虽然斗不过，但还是逃掉了。这种数量无比稀少的最巅峰血统，或许你能战胜它，但要击杀它很难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他想要毁灭地球，那必须先踏过我们所有武者的尸体。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，而身为武者的我，存在的意义就是用生命誓死守护这个家园。你这个死脑筋，可惜陨墨星号上没有武器，不然以陨墨星号的强度，只要加速到惊人速度，加上它锋利无比的边缘，一个撞击就是一颗星球也能切割，杀恒星级跟切菜一样。可惜陨墨星号损坏，根本没办法飞。大卫，如果是行星级8阶9阶的怪兽，我们还有希望；可如果是恒星级，胜利的可能性最多只有1成。若采用大当量核弹打击，具备实施条件吗？大涅槃时期之前，超大当量的核弹连试验都没地方试验。可是基地式时代，空旷的上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多的是，条件是有的。详细计划还是交与各国专家讨论吧。司令，我是在想，如果失败，你是说民族传承计划？大涅槃时期以来，我们见过太多的老百姓因为怪兽而颠沛流离。如今好不容易才能在基地室中获得片刻安宁，没想到末日就这么来了。相信各国都一样，传承计划先暗中开始吧。如果我们地球人类真的反抗不了，再大规模启动。详细情况离开虚拟空间再谈。或许情况没那么糟。大家是地球的一员，没有一个愿意放弃。红哥，你有把握吗？没把握。不过，就算没把握，到了最后关头我也得上。我已升至行星级7阶，配合领域已经行星级类无敌，再配合吃木鸦精快速成长的魔云堂，就算跟恒星级1阶生死一战，也未尝没有希望。
最大的麻烦是不知道这一头星空巨兽的实力。各位，从我们亚美利家刚刚发送过来一段关于星空巨兽的视频。接到总指挥部的命令，放弃战争基地，迅速撤退的。主要是我们总指挥部通过卫星，发现那星空巨兽正在朝这方向飞。可是，星空巨兽太快，军队还没完全撤退结束。又要被吞了。快上车！快！各位，这一段视频，我们发现2点：一，他这次没有吞噬战争基地，而是毁掉；二，他有远程攻击手段。混蛋！怎么了？我们之前一直在商议，使用超大当量的氢弹在这星空巨兽身体表面或者嘴里爆炸。之前我们最不放心的是它的吞噬能力，一旦吞噬，是否会对电子讯号形成干扰？不过这个难题，我们差不多能解决。现在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它有远程攻击。以它不可思议的防御能力，超大当量的氢弹，只要距离它超过50米爆炸，恐怕都破不了它的鳞甲。各位，氢弹一旦爆炸，其瞬间产生的超高温和扩散出的冲击波以及核辐射，都是普通民众所无法承受的。但对于星空巨兽这样的怪物，恐怕未必能达到致命效果。核辐射，连各位超越战神都不怕核辐射，更别说这星空巨兽了。所以，只有在足够近的距离内，瞬间的强大爆炸，才有机会重创甚至摧毁星空巨兽。超大当量的氢弹一旦爆炸，那瞬间爆炸的超高温就超2000万度。
不过必须在他身边，因为巨变释放的超大能量是朝各个方向辐散，距离中心点越远，威力越弱。对星空巨兽这样神秘不可思议的存在，必须越近越好，最好是在他嘴巴里爆炸。他口腔内部防御绝对不及体表人家，到时候上亿吨当量的氢弹在他嘴巴里，一定炸得他头颅化为虚无。上亿吨当量的氢弹，不信炸不死。各位，现在最大的麻烦是，如果我们运送氢弹的战机飞过去，被这星空巨兽直接一道金光在1000米外就毁掉，怎么办？在1000米外，就算成功引爆，恐怕连行星级强者都杀不死啊！各位，氢弹近身爆炸只有一次机会，一旦失败，以星空巨兽的智慧，吃过亏后，将绝对不会让任何一架战机近身，我们将再无机会。到时候，用我的洪荒级智能战机承载氢弹，以洪荒级智能战机防御威力，除非他亲自近身攻击，否则那随手金光是毁不掉洪荒级智能战机的。战机承载氢弹，一旦近身，智能系统会控制战机自爆。谢谢。洪荒级智能战机，地球上唯一能硬撞兽皇的最强战机，其防御力比第一元老本身防御还强，绝对是人类从古文明遗迹中最大的收获之一。这样一来，氢弹在星空巨兽嘴里爆炸的可能性大多了。上亿吨当量的氢弹在嘴巴里炸，想得很美，可是这么容易死，就不是金角巨兽了。各位，对于这头星空巨兽，我知道一些资料。根据我获得的资料，这头星空巨兽本名为金角巨兽。它一旦发动吞噬，周围空间会扭曲，与外界割离。这种情况下，远程控制战机内氢弹引爆是不可能的。此外，这头金角巨兽的实力的确是恒星级。唯一的好消息是，它的吞噬能力有限，并非无底洞，所以刚才他对战争基地采取的是毁坏，而不是吞噬。罗长老，你的资料可靠吗？可靠，这是我在古文明遗迹内获取的珍贵资料。我们唯一的依靠只有上帝了。关主，我希望能够获得5大国和各国武馆授权阅读地球所有古文明遗迹的资料。你这是？古文明遗迹很多都是外星战舰残骸，我想找找看，也许能从中找到厉害的武器。这是一场浩劫，但所有人都在拼尽全力。人类
能够挺过去。罗峰，怎么了？别怕，有我在。爸妈，你们所有人都待在家里。如果有什么危险，就进入楼上的中立室，那里非常结实。哥，怎么了？浩劫，一场全人类的浩劫来了。亚美利家出现了一头名为金角巨兽的怪兽，我、红和雷神都不是对手，最强频率的气功炮也无法升起分毫。在他的攻击下，各国的战争基地都在快速沦陷。他所带来的这次浩劫，恐怕会比大涅槃更严重。我会找到对付他的办法的。卡巴塔，国民遗迹的资料你都收到了，结果怎么样？刚解析完毕。1号古文明遗迹位于百慕大海底深处，是一座高达1200米的银白色金字塔。这座遗迹极度危险，任何材料、高手一旦跨进入口，都会直接毁掉。2号古文明遗迹地处苏维埃特极北之地，是一艘碎裂的飞船残骸。这艘飞船的等级不够，不会有你想要的武器。31号古文明遗迹位于韩夏国境内的神农架深处，球形，直径超800米，表面散发大量无法防御的毒气。至今没有人能活着进入31号古文明遗迹。31号古文明遗迹也与1号、12号古文明遗迹并称3大绝境。我该进入哪一个？除了3大绝境，其他遗迹各国都探索的差不多了，去了也没有用。而1号和31号遗迹是必死之境，宇宙级强者去了也是必死。所以目标是12号古文明遗迹。以你现在的实力来说，进入12号古文明遗迹也有较大危险。这个时候，再危险也得上。我不想因为遗憾而后悔。如果我现在不拼一把，就只能看着同胞死亡、民族灭亡、地球毁灭。为了不后悔，我必须燃尽最后一滴血，哪怕是死，也值得。主人说过，不管是恶人、善人，还是邪义之人，真正的强者肯定都有一颗坚定的心。罗峰就是这样的人。李大哥，听说你马上要去古文明遗迹探索，我来给你送个行。兄弟，吃饭去。走。干啥呀？就吃那个鸡。行，我馋着很久了。大家还不知道浩劫的到来，因为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。五大国已经秘密开始人类传承计划了，他们对战争持悲观态度。人类传承计划